突发重大事件，俄罗斯称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克里姆林宫，企图斩首普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乌克兰可就搞出大事来，麻烦可就大了去了。俄罗斯呢肯定会出重手，大规模的进行报复性的打击。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啊，这个事情啊，整个看起来非常的蹊跷，说不准呢，也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一场苦肉计。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从现在俄罗斯这边发布的视频上来看啊，一架无人机在5月3号凌晨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一座圆形建筑物的房顶上面凌空爆炸，并且坠毁了。事后呢，据俄罗斯的消息称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俄罗斯说呢，这是他们的防空系统用电子作战系统呢进行了反击啊，导致这个无人机在空中爆炸坠毁了。这件事啊，这个时间点发生的是挺敏感的啊。不管怎么说，不管它造成的影响和可能导致的后果来说呀，这都是一件大事儿。我们来注意几点啊。首先，第一，咱们就说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具体的来看呢，它临近5月9号俄罗斯胜利日的这个大庆祝、大阅兵嘛。从发布的视频上，我们都可以看出，现场俄罗斯都进行了各种的布置，正在准备这个庆祝活动呢。另外一个从大的时间点来看，俄乌冲突走到现在，双方在进行这个僵持的阶段。那在这个时候呢，乌克兰方面明显的在军事上出现了不利。第二一点，我们就看这个影响啊。这件事情呢，如果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啊，倒也没有造成什么多大的一个伤害。况且就那一个无人机呢，也不是很大，从视频中看不是很大的，是一个小型的无人机。它也确实，你要说真是确实造不成太大的这种损伤。你说真去斩首普京嘛，这可能性也不大。事后俄方也证实，普京当时也根本不在克里姆林宫啊，也就是说，目前来看这个伤害性不大，可是这个侮辱性极强啊，这个是对俄罗斯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羞辱啊，而且呢，它会引发这种政治连带性的作用啊。俄乌双方现在正在进入僵持，正要转入这个政治谈判阶段。那么现在突发这么一个事情，很显然这个节奏会被打乱。第三啊，我们可以看一点啊，有一点是挺蹊跷的，就是这架无人机呢，它在空中是凌空爆炸，然后是坠毁下来了。从视频上来看，这不是一个大无人机，这是一个小型的无人机。视频不是很清楚，看不清具体的型号，估计都弄不好，可能是一个民用直升机进行改装的，但更不是乌克兰现在手上有的那种图141可以飞1000公里那个大无人机，都不是这一种。那一般来说，对付这种无人机在这么近的时候，通常呢，一般是不把它打下来，而是尽量采用这个电子作战，终止它的作战任务啊，对它进行干扰啊，中断它的任务，来达到这个拦截的目的。可是，一般这个电子作战啊，它不太容易导致或者说基本上不太会导致它发生什么爆炸，只是让它失控坠毁。可是这个无人机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在这个建筑物的房顶上面很近的距离就炸了。这很有可能是遥控的一个结果。那么谁会去遥控这个东西？谁会去引爆这个东西？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建筑的这个房顶上空那么显眼的地方发生爆炸的话，那这个影响，这个吸引眼球作用就太大了。所以这一点呢，就会引起了很多的猜测和怀疑。有人说，也有可能是俄罗斯内部的反对力量搞的。当然，也有人说呢，这是乌克兰渗透到俄罗斯内部的这些渗透的这些小股力量来搞的，还有人甚至说这都有可能是美国支持的俄罗斯内部的反对力量在搞的。总之这一下，这各种猜测也都出来了，这个也就是事情蹊跷之处。那么作为乌克兰那边的反应就是乌克兰说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干的，在这么一个时候搞这么一手，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对乌克兰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反而会刺激俄罗斯，让整个形势让战事变得非常的激烈。乌克兰为什么要干这个呢？但是俄罗斯这边就明确指出，就是你乌克兰干的，是你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下令来进行的这个袭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有的分析就认为这就是俄罗斯搞的这么一场苦肉计嘛。因为现在俄乌冲突进入到了僵持阶段，下一步要转入这个政治这个解决的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谁手上都要搞一些砝码。俄罗斯呢要采取这个更大的一些军事手段，获得更多的砝码。那么
制造出这么一个事情，搞这么一个苦肉计出来，那就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借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分歧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什么道理。但是总体上来看啊，俄乌冲突走到现在这个局势啊，明显的是对乌克兰不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突发的事件都可能招致非常复杂的情况，都会给乌克兰带来非常大的麻烦。现在有传，俄罗斯这边已经宣称要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的空袭，要进行这种猛烈的报复。那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现在突发这么一个事件的话，其背后的各种原因，虽然现在咱们还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预见它引发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